大家好，下午好。我叫姚平如，今年92岁，江西南城人。我非常荣幸的今天在这里能够和大家共同分享我的故事。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这一生当中3件在我人生中算是最为激动的一件事情。第一就是我最高兴的一段时光，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第二就是我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一段时期。第三个就是要谈谈我最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是出生于一个读书人的家庭，我的爷爷他是个翰林，我的父亲他是个律师。我们8岁的时候我就在江西南昌读书，但是我的学历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只读到高中2年级而已。我进的是黄埔军校，因为那个时候人文故事进到中国，很多热血青年都上前线，要抗日救国，反我河山。我也参加了他们千千万万的爱国的青年一道，走上了这个抗日救国的这个大风路当中。以后呢，我1945年胜利了，16年我们的部队就住在泰州。我的爸爸来了一封信，他讲你弟弟要结婚了，你最好请假回来参加一下婚礼，同时呢你的婚姻问题也可以把它解决了，谈一谈。于是呢我就请假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我父亲第2天呢，因为我的父亲跟梅郎就是我的爱人呢，跟他的父亲呢是要好的朋友，他们已经谈好了的，叫我去到他家里去了，不过是相亲而已嘛，相亲。跟我就同他去了。他家里在临川，我家里是南昌香街有大概200多路来。先去的时候，第1天嘛，先住在饭店里，就是客栈嘛。第2天嘛，我爸爸带我一道到家里去。他家里住在第3进，我这一进去时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擦口红，我心里面就，人家很多问你这，我就感觉到很好，很高兴。人家问你看到这个女孩子美不美呀？我说当然是很美丽的感觉很高兴的。后来我父亲呢，一到了跟他父亲见面之后呢，稍微寒暄了几句，我父亲就给个戒指给他，给了爸爸，他爸爸就把这个戒指就交给美堂，给他戴上了，就算是订婚了，就是好了，就这么讲。当天我父亲就吃了中饭，就回南昌去了，我们就留在那家住了个2、3天，住个2、3天吧。他父亲是在上海经商的，这生意做得蛮好的，他开钱庄，又做土特产生意，很有点钱的。美堂呢，他是这个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他很搞时髦的，又会唱歌又会跳舞的，所以他就拿出来很多照片，都是烫头发啦、擦口红穿这个时尚的衣服的一大堆给我看看。然后嘛就唱唱歌，他就喜欢拿张报纸卷一个筒，这么圆筒似的就唱唱歌，唱给我听，就这么是交谈这样。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到南昌去参加弟弟的婚礼嘛。然后弟弟婚礼他也忙活的，因为他很懂得时尚嘛，他替新娘子化妆他是化妆师样的，也知道应该怎么穿怎么戴。后来嘛结婚好了之后呢，还有几天空档嘛，我就同他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娱乐场所什么卡拉 OK 什么咖啡馆都没有的。就公园里像一个湖滨公园，现在叫8一公园，
在公园里面很幽静，我们在谈谈未来呀，谈谈这个爱情呐。当时我们也不像现在人了，我们脸孔很薄的，一见的女孩子什么我爱你，什么爱你们商量，我讲不出来的，怎么办？我就想个办法。那时候有首英文歌嘛，它有这个意思的，有种我爱你爱情，叫做 Rosemary，Oh Rosemary。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嘛，好像间接的表达一下嘛，我就唱这么一段英文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情嘛。我唱了啊，这个记不起，唱不全，唱几句可以。这个是90岁在唱18岁的歌。大家要包含一点啊。Oh, Rosemary, I love you. I'm always dreaming of you. No matter what I do, I can't forget you. Sorry, that's all. 他也懂，因为这个歌很流行的，他也懂的。我们就是这么唱歌嘛，他也唱歌。有的时候呢，我会吹口琴，那么他唱歌我伴奏，这是我们最愉快的事。我感觉到，人生当中最美丽、最愉快的是什么？就是恋爱、婚姻这段时间，要非常珍惜它的。我感觉到我跟梅长虽然是父母之命，但是也是因缘巧合，他的个性跟个性差不多，他放弃唱歌，我也放弃唱歌，他有些事情这个办事的这个方式好像是也跟我个性也差不多，所以很谈得来的，所以我发了一张画，叫做互唱互随，他唱歌嘛，我伴奏，是这个样子。那么到了那个秦基凤家的坐着台那，我就吹口琴。他唱什么歌呢？那个时候最流行就是《花好月圆》。《花好月圆》这首歌，他的词写得很好的，我想各位都知道的，很美好，就描写了年轻人的对青年的一种青春的向往、未来的憧憬，非常好的一首歌。我吹上这个口琴好不好？我带口琴带来了，我吹的《花好月圆》，他这个曲子也是比较这个节奏也比较欢快的。我开始吹这啊，献丑。
想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最欢乐的时候。2年以后，是1948年了，我们就结婚了。结婚是在上海江西南昌，叫江西大旅社，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旅馆。那个时候不叫宾馆，就叫大旅社，在礼堂里面结了婚，很隆重的啊。证婚人嘛是当时江西省政府的主席胡家凤先生，他是我父亲的同学，我父亲学法政的嘛。我父亲做律师，他们从政，这样子的。宾客有200多个人，那非常热闹啊。后来这个结婚之后，我又在这个大礼堂的这个礼堂的门口拍了婚纱照，这些照片可惜都不在了，没有保留到。再后来之后呢，我就留在大陆，我没有跟到到台湾去了。我想凭着我的这个劳动过一个生活嘛，我就可以过一个平淡的生活。我的要求并不高，我们都很希望这平淡生活就是到农村去也好，上过一个这个啊，只要团聚在一起，平平安安就行了。所以后来嘛，我们就到贵州去找工作，贵州没有找到，又飞到南昌来，又开一个什么店，开店也不成功，又飞到上海。上海嘛，因为我一个舅舅他是开大德医院，他是一个妇产科专家，他又办了一个出版社，我在大德院做会计，120块钱一个月；我在出版社做编辑，又拿120块钱，我一个月工资有240块。那个时候在51年到55年当中，工资相当高的，一个大学教授也不过是150块钱，所以我那是很风光，但是好久不长。我在家里是这样一个生活，我跟他的情况，很多人这个生活可能是什么要这个家庭里面要装一个什么权什么的吧，我不要这个，我不管这个经济什么钞票，我不管的，我没有小金库的，我没有小金库，有钱统统交给他，我不管。我的一些什么衣服啊、鞋子啊是缺什么，他就给我买什么，我不会买东西的，我是欢喜做我自个所欢喜的。我欢喜什么？我写画玩，我是这个样一个人，所以我们配合得很好的，他也替我想，也照顾我，我买什么他都照顾我。所以他到临终快要走的那个时候啊，他是08年的时候，已经很病重了呢。他没想到他自己，他晓得自己不行了，啊，那是已经很重的时候了。他有大部分分别是实验是分泌的，有个几分钟想起来，非清醒了，他就讲一句话：“我死了之后你怎么办呢？”他想的还是我，牵挂的还是我。有一次他住在医院里头，很病重了，不知道了。哎，半夜里面醒来了一下，女儿在后面看着他，他说醒了，只有几分钟啊，给女儿讲一句：“你要照顾好你爸爸哦。”就讲这么一句话，哦，我糊里糊涂睡着了。所以他在临终最后走的时候，还是放不下我，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也很感觉到庆幸的，我感觉到非常庆幸。为什么呢？我是父母之命啊！但是如果是叫我茫茫人海中去自由恋爱，去找一个跟他一生一样的这样的人，恐怕也不见得找得到。这是我刚刚讲这个讲我愉快的事情呢，不是就青年最愉快的事情。以后我们是再遇到这个到了上海找到工作之后，那个时候上海非常之开放的呀，东西又便宜，一个螃蟹大闸蟹5毛钱一个，我是51年的时候5毛钱一个。你问问你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问问你的爸爸妈妈，问问你爷爷奶奶，就可能知道了。51年、52年的时候，这么螃蟹5毛钱一个，那个对虾啊，那个新鲜的对虾，你天天有，那个新鲜的不得。现在我买那个对虾都是飞的，那个一动一动的头都掉下来了，那不新鲜的，那摆了很久，金摆，摆了把你拿出来，而且价钱很贵。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新鲜的不得，那个油都是红的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段生活很好的，而且每个单位每个这个星期六、星期天
开舞会的，跳舞，砰嚓嚓砰嚓跳舞的，也不到舞上去了，地板上撒点瓦斯粉啊，摆个流水机，大家都觉得跳舞了，鼓励跳舞，大家有什么好衣裳拿出来穿，啊，穿起来跳舞，每个礼拜都有，那非常之热闹的，而且是公费组织的，而且还有公费组织这个的，而且是私人舞厅也开放的，就延安路啊，什么这个什么好多这个开市的呢，什么好多这个舞厅呢，你就买票好了，开放，那个一段时间非常高兴的时候，也是我回想啊最美丽的一段时光，最痛苦的一段时光，那就是这大家是不知道了啊，这个是历史的造成的原因，历史的原因。58年我就送到安徽去劳动教养了，这个是最痛苦了，因为什么？一下子突然一掉，不得了了，这个家里面这个生计啊，维持经济就马上就是缺下来，马上就困难了。我有5个孩子，我梅汤麦他那个时候呢，他非常之坚决的，他是一个中法文优秀、有传统文化的美德的一个女性，我非常之敬佩她，而我纪念她，她承担这么一个责任。当时有人劝她，发心捐献，所谓发心捐献就是拜拜了，她不，她坚决不。他讲我你没做过什么坏事，我没做过坏事，我没有理由离开你，他不离开我，他就苦下去，他做那个理论工作。所谓理论工作就是生产组了，有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什么他都做的。复印为一个旅社，他就做勤杂工，他就到坛院、扫地、拖地板，他也干，甚至于上海自然博物馆，因为这台阶坏了，要修理这个台阶。要水泥工去备水泥一袋水泥是15公斤，就是30斤重了，他也去做。所以现在我经过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时候，我停下来，我到那个台阶上坐下来，摸一摸，这里面有他的劳动，我不知道哪一块水泥是他的，但是他在这里有他一块。他付出了劳动，他为了孩子，为了家庭，他很艰苦做决定，吃下这个苦，完成这个他的这个做母亲的任务。他把5个孩子都教育得很好的。虽然我在这个安徽那个条件是比较困难的啊，那个时候买糖买饼都是需要票子的，大家都是要票子的。他把全家的票子、糖票、银票，一个月只有一次的，只有一次，拿的集中起来，买了什么1包糖，大概1斤糖的样子，饼干拿得来，5个孩子叫过来，5个孩子过来。现在你爸爸在外面很辛苦，这个糖，你们现在一个人尝1粒，大的只有9岁，小的只有3岁。每个人尝1粒，其剩下来的寄给爸爸，好不好？5个孩子都点头同意。他虽这么做，但是呢，钱还是不够用，他就变卖他的首饰。他有些首饰，过去陪嫁嘛，他有些卖光了。他有5对手镯都卖过，只剩了最后一只手镯，明天不得不去卖了，不得不买了。睡在这个床上，他跟我的女儿大概只有5岁吧，睡在一个床上，心里很难过。做母亲的哪一个不想替女儿留点东西作为陪嫁呢？但是想留，始终又留不下。他把这个手镯，女儿睡着了，给女儿戴在手上，让她戴了一晚上，再把它拿下来。总算给女儿戴过这个手镯了，了了母亲的一个心愿。最后他留了一件羊皮袄，那是我母亲的衣物，羊皮袄
比较样貌很好的，很长的，雪白的，他是留到老来说御寒嘛，但是不行，到了60几年的时候，我2个孩子才对落户，才对落户是要那个的呀，要买的热水瓶呐、铺盖呀，什么这个都要买东西嘛，去哪里？那只有拿这些样品袄子去，那样品袄卖没办法卖了，你跟哪个去找啊？要马上拿钱的话呢，要当，当时有很多当店，一当就可以当得了。他要为了找一个比较好的价钱，从老西门、从老北门一直跑到老西门，跑了5、6家、7、8家这种什么当店，一家一家去问这家，找了最好、催价最多的一家，60块，当掉了，拿了60块钱给2个孩子才到江西去啊，买什么被子啊、热水瓶啊，什么这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我家里当票这么一大，从来没有输的，拿1钱就输。后来我在那里之后呢，我们是互相通信的，那个时候也没什么手机了，哪里这么便当？互相通信时候呢，在信里面，他讲的都是家庭琐事，家庭什么柴米油盐呐，还什么读书啦、困难啦，这个那个的，我们就谈我在安徽的一些生活情况。我们辈子是心灵相通的，此时此刻，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会做些什么，他也知道此时此刻我在做什么，我会做什么，我不会做什么。真的，我现在理解的古人讲的话，心有灵犀一点通。真正有爱心的人，他理解对方，他知道对方是什么，这个心智是相通的，知道的。我们是有个信心，等待，我们等待，我想总归有解决问题，总归可以团聚的一天。事实上，我们是团聚了，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呢，我是1980年，我平反了，我回到原来的工资、原来的单位，我原来什么级别全部恢复了，那么我生活就初步就好起来了。但是就是杨绛先生讲的那句话，杨绛先生在我们书里面讲一句话，我真是非常就是我讲的话一样的。他讲的，我们一生坎坷，到暮年才留一个安静的居处了，但是老病相催，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了，到了生命尽头，每当就是这样子。我没有钱，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儿子买了一个房子，怎么样？有个3、4两天，前面还有院子，后面也有什么这个绿化什么什么的，蛮好啊。哪里去享受呢？一进去他就是病了。从来我没有去利用这个法院呐，什么享创乐啦、情景课啦，他没有享受这个。一点给他就犯的是腰子病。腰子病怎么来？需要要吃东西啊，什么要去血透啊。那时候有种叫做腹膜透视。所谓腹膜透视呢，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做啊，但是自己做，病人们可以省力一点，会在家里，但是一天要做4次，就是用一种水啊透水灌到肚子里面去，然后过了4个小时、几个小时，把那个毒素啊它吸收掉了，再排出来，排出来再刮进去，又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不断的把肚子里面的毒素排掉，这个腰子病就可以比较能够稳定。根本治好是蛮难的，就是维持现状就不错了。我这样做，我问过医生，医生讲过这样做，我说我来做吧，你叫请个人做也不可能，这一天到晚的事情，是吧？他说你能做吗？我说我能做，我87岁，我叫个护士，你跟我说，你教我，他就教我一步一步我教我就做笔记啊，画图做笔记，我就在房里面啊，就这么一副的，我就贴在墙上，我看一步做一步，看一步做一步，这个不好做错，这一搞一点点搞错误，这个病细菌到了肚子里面去，腹膜炎呢，那不得了的。我非常仔细，我做了医生讲过，有的人做这个腹透可以存活20年，我高兴，能够存活20年，我做20年，那是好事。
但是没有做到，只做了4年多，做时候他病情就很重了，就分了，就是讲护法了。我开始不知道啊，到底讲什么护法呢？他说这个，过来，我说不是，这个杯子太大了，拿把剪子把它剪小一点。哎呦，这不对了嘛，怎么做这个法呢？有的时候讲，新发路的马蹄蛋糕，你给我买吧。我听着蛮高兴，他肯定要买东西吃嘛，我马上去做的是，到那个我们那小区没有，要到我们那个龙北小区去。等我买的回来之后，他也不要了，叫诸如此类的。最后一次是我最痛苦的是什么？我一个大孙女跟我们住在一起，叫叔叔，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了，上班去了。他是做一休一啊，早上去要到9点钟才能下班的。这个晚上啊，他已经。突然在5点钟他起来，他问我：“叔叔，大家起来？”我说他上班去了。不是，你把他藏起来啊！你不给我看。我说没有这个事，不行。一个我到处一个看房看，就这张图，看的时候，他硬是让我到哪去啊？不行，藏起来。我就坐在那里，我嚎啕大哭了，绝望了。我怎么做？我希望他能够好转点。现在要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样子就是没有希望了。我这个不得了，我叫不得了，没有办法。那天呢，家里没有人，我们家里我一个人，搞不清爽了，哎呀，我痛苦的不得了，嚎啕大哭，没有希望。一个人呢，到了绝望那个时候，是真是很痛苦，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后来孩子都回来了，回来了，孙女也来了。等到9点钟啊，叔叔来了，下班了，我说坐在旁边，那个小孙女还有一个小孙女叫星星，我说你看看，这不来了吗？他说看着去，他这个孩子不小了，一个坐一边，这个叔叔大孙女坐这边，小孙女坐这边，快点！我说叔叔快点拿着饭给奶奶吃，饭呢没有吃，9点钟饭都没吃过来。后来这个大叔叔孙女就一碗饭呢，叔叔拿1碗，那个星星拿1碗，拿个条根喂他，他吃了，这个时候吃了，晓得了，这里吃一口。小孙女给他条根，这里吃一口，我听得心酸，很难受，一生很难受。到了平常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智慧、非常灵敏的女子，现在到这个样子，所以我很难受。后来就是到了2008年，他的这个最后什么？就是3月19，临板3月19，他住在区肺区中心医院。上午我去的时候呢，他好像是昏了睡觉，昏在那里。我坐着没事，孩子不讲，你回去吧，大概没什么事啊，我就回家了。回家到了下午3点多钟吧，孩子们就跑到叫，不行了，爸爸快点，不太行了，快点了。我赶快跑过去看看，我就开车子去嘛。说一到那个病房上，就2楼吧，就是区肺区中心医院肾病病房了。我一进去，房间里一堆人啊，医生啊、护士啊，在围着他，在那里抢救嘛。跟我一起步进去，我就在旁边，我就这样，我就在这人缝当中看看，眼睛之他看见我了，我知道看见我，为什么他看见我了？他本来是分泌的，好像他突然看见我。眼睛红了，他的右眼红润了，而且流出了一滴眼泪。他没有眼泪了，已经流干，生命呢已经到了最后，没有什么生命。但是他病还是病出来，一滴眼泪挂在这个眼角上来。他知道我看见我了，叫让我去了，终于送去了。我送到他，看见他了，我就走过去，我摸摸他的手啊。还有一点点温，温起来，但是很快不到1分钟，我操，就凉了，再过一会冰冷了，真是跟那个冰箱拿个东西出来，冰了。这个感觉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就这么短暂期间，冰了。我在飞书看一看那个一个什么尖腐泥吧，好不好？一根刺线了，平的了，就走了。
就这么走。走了之后我难过了，我就叫女人，我说你这个拿个吧，拿把剪刀来，我把他头发剪了一点头发，剪下来了，把风湿线这一摘，我带回家，我抱在我手中，保持在我家里。这个故事后来怎么样呢？他走了之后，我非常难过的。我心想，人去了之后，躯体是可以消失掉，但是一个人的灵魂，还有我生者对他的怀念，是永远的了。我要把它记下来。我怎么记下来？我说我把他从前他给我讲的一些故事，他小时候怎么样，我尽量会，我就把它发下来，而且写一点文字，我想把他的一生，把我的一生，用这个简单的故事方法记下来、发下来呢。我的目的是给第三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辈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太幸福了，他们没有经过我们这种艰难的生活，让他们知道一点，我就发下。4年当中，我发了300多幅画，我是这样一个目的发了。我发了这个画之后呢，我心里面有点安慰，我感觉到我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丈夫，我很对不起他，因为一个丈夫应该是使自家的妻子过着一种，不要说享福吧，要安定平和这种生活，安定的生活，平淡的生活，而我做不到，我没有做到，我给他带给他的痛苦、困难，甚至于是一种被歧视、被轻视，这么一个，我算是个丈夫了，所以我非常之愧疚。我生命当中就是对不起2位女性，一个就是生我的妈妈。为什么？因为我妈妈病重的时候，我没有给我的妈妈倒过一杯水，我没有问过一句：“哎，妈妈，你好一点不？你好吧？”没有问过。为什么？我在四川成都黄埔军校受训，他在江西南城，相隔几千里路哎。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也不是一个不称职的，所以我非常之愧。所以我现在我看到有些女孩子，到她爸爸妈妈说：“哎呀妈，我来啦，哎，妈妈，我拿了500块钱，那就用好了啊，不要紧那用。”我非常之炫目哎，一个人有个妈妈，那个有点钱给妈妈用，给父亲用，最大的幸福，这是最大的。所以孟子讲过一句话的，孟子说一句话：“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人生亦乐也。”父母爷娘都健在，父亲健在，母亲都健在。这个兄弟无故，有阿哥，有弟弟，有妹妹，有姐姐，都很这个健康，大概在一起有时候大家聚，这是人生亦乐哎，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中国人就想这个家庭之乐。我没想到什么呢？我把这个故事写好之后，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出一本什么书，要怎么样，不是，我主要是为了一个纪念。但是我没有料到的是，因为我这个孙女把几张图画呢，上网络上之后呢，网上一传开来，很多网友都看见了，而且跟那个中央电视台那个什么主持人柴静他们也知道了，那么找我去采访，找我到北京去什么编一个什么，我们没想到，可这么想，我们是个老百姓呢。我经常讲，我是个木偶奇遇记，我是个非常木头的人，我也不会讲话，也不会应酬，也不会交际，就什么安板板的，叫什么做什么，你叫我什么我做什么，我加班加点都可以，我也不会别的事情不会做，这不变成奇遇记了吗？让我想到这个人生是，所以我对一些青年也好，我非常羡慕他们。哎，我最后我完生60年，我到现在我做个青年多好，
我现在20岁，我真高兴呢。打打手机，看看电脑，打来走走，甚至于家里有些到什么新马泰，欧洲去玩完了，伦敦、巴黎都去过了。你看，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想不到？所以现在的情景，我非常感到幸福。最后呢，我就是祝福各位前程远大，幸福无量。我讲完了。当有天老去，你是否想起，在宁静的夏日夜晚，那一缕芬芳，童年的阳光，轻柔的细雨，还有微不足道的我，在你生命闪现。这匆忙的一生，化成几个瞬间，总在某个夜晚悄悄来到我身边。在浩瀚的人海，你曾飘向何处？就像两朵浪花，我们相遇后分开。当有天老去，我会想起你，在明媚的5月下午，你如花开放，这已经足够，细雨般温柔，那个背影不都是